现在在约旦，我们准备揭开玫瑰城神秘的面纱，世界7大奇景的佩特拉。我们现在在佩特拉外围的山丘之上，我们在这边呢，先从这个地方拍摄整个玫瑰城的景色。它是约旦的一座古城，距离它的首都安曼大概有250公里的地方啊。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想当然，我们就是要来看看它到底为人震撼的地方在哪边。我们从大门口走进来之后，开始走上这一条漫长通往佩特拉的马道啊，马在跑的。加马警察的当家，这个所在有一点是三不管地带啊，因为这个所在上早以前呢，虽然是一个古城，但是嘛是这几人来较开放起来哦。上这人来是日本人，啊，还有对，还有这个欧洲的人过来家哈来家看这古迹，看这边的古迹啊。那这里还会有警察巡逻，但是它呈现一种三不管的地带，有一点地方自治的感觉。所以呢，你看看呢，来约旦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你一定非得有一个当地的人作为一个向导，在这边呢带领着我们，也保护了他们旅游业的经济生态。大家已经呈现得非常开心心目当中梦寐以求的这个玫瑰圣地啊，揭开这个玫瑰城佩特拉的神秘面纱啊。所以你想想看，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说旅游团体它的费用比较高，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旅游团来，你必须缴交的停车费、路程费，还有这些导游，你非得聘请，不然你进不来，一样的道理啊。你看这些马车穿梭在这个马道之上，这个地方也是以前的门口处啊，这里有卫兵驻守着。这个所在你看好像寸草不生，但是啊，伊要哪啉水？这个古城以前厉害的所在，就是有这个引水道把所有的水，你看咱今天规集拢是被介绍这个佩特拉，它就这样引进来，所以同时给2种其实都是动物啦，一种是灵长类的动物就人类啊，另外一种就是马同时一种水给2种人喝啊。那刚刚介绍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走进来这个地方，也就是以前佩特拉的大门，也就是卫兵的驻守之地。当然，现在那个外面的卫兵呢，已经变成是灵眼的啦，让你拍照收小费用的啊。有看到吗？这个就是以前大门口在栓的地方，那个门的地方就是对这个口处开始甲行入来这些水道当然现在都已经没有水了那但是呢，还是变成了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啊，让大家呢来看看。约旦的旅游业非常的旺盛几乎所到之处呢，你都可以看得到观光客那虽然近年来这个埃及跟叙利亚的事情呢，很多人听到约旦就开始害怕裹足不前了。其实我还是那一句话，担心不晚天底下的战争从来没有结束掉的一刻，但是也因为这个叙利亚跟埃及之间的问题呢，让约旦很多的外国人忽然间瞬间凋零了，欧洲人比较敢去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来。玫瑰城佩特拉建于西元前600年，看多久了？
著名的呢，包括从岩石当中雕刻出来的城市新建、排水渠道、藏宝殿、皇陵、教堂、祭祀、殿堂、修道院等等哦。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历史古迹，几乎在这儿你都看得到。这里佩特拉也因为印第安纳琼斯 （Indiana Jones） 是谁？哈里逊福特的电影Steven Spielberg 拍的成为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历史古迹哦。在欧美国家早就已经在你看看，印第安纳 Jones 是30年前的片子，有了20几年前，对吧？那个时候就已经风靡了全欧美国家，但在亚洲市场，因为文化的差异在大概这10年来才慢慢的为人得知，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约旦底德呀甚至还不了解。没关系，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今天就让我们带你揭开玫瑰城的神秘面纱啊！玫瑰城佩特拉成了约旦的国家宝藏，也成为世界上很多旅客最向往的历史古迹。联合国形容佩特拉是人类历史上的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珍贵文化遗产。佩特拉在最强盛的时期，曾经是商业的中心，控制往西到加萨走廊的路径，往东到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路径，往南到红海。哎呦，你看看，听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啊？在这边，光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呢，就足以控制整个波斯湾、加萨走廊等等啊。所以呢，往东它还可以到波斯湾的沙漠通路。佩特拉考古学家相信，佩特拉的崛起来自于他们能够准确的利用水道来引水灌溉。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啊！在台湾呢，你走路要小心摩托车还有我们俗称的马路三宝啊。那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马车因为这里他们在于这个守法法治的观念就是在礼让不是说法治的观念，礼让的这种概念还没有很清楚所以他们有时候为了讨生活这个马车哇跑起来，如果你没注意看，都很危险的那整个呢，走在这个古道上面呢，你就可以一直听到，我个人觉得还蛮愉悦的声音，就是马的马蹄声的哒哒哒那听起来你不觉得吗？就特别有氛围那我前面有讲到，考古学家相信的佩特拉的崛起来自于他们精准的利用水道，这很正常从历史来看大部分的古城他们都会依水而居，因为人以前是需要，没有像现在什么自来水厂不要说以前现在我们对水的需求还是很强烈而且他们当时懂得利用水坝来防洪，将贫瘠之地变成了沙漠当中的绿洲。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这里其实我们现在走的是最好走的一条小道整个在我们的路上呢，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神瓮，就雕刻在这个岩石的上面一个瓮这样子到处都可以看得到。这也让他们呢敬神拜神的时候有个依据从大门口一路走过来呢，从马道走进来这一条呢，其实已经叫做蛇道了蛇动物的那个蛇最窄的通道呢，只有3公尺的一个宽度佩特拉的崛起呢，也因为这一个道路引用水道来灌溉这变成了它很有名的地方。印第安纳 Jones 的冒险故事呢，里面哈里逊福特骑马出现的场景呢，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看看当时他寻找圣杯的神圣宫殿卡兹尼神殿呢。那卡兹尼，等一下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呢，到达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卡兹尼。佩特拉这一个约旦的一座古城，在隐藏在阿拉伯谷东侧的一条狭窄的这个峡谷之内。你看有没有？我沿路上其实都一直有在拍那个水道它应该被传说当中，就是旧约当中的希拉。但也有学者认为，旧约当中的这个希拉
指的是石头，而不是一个城市啊。但是其实佩特拉的名义翻译过来呢，又称为叫做岩石啊。2000多年的古城被称为叫做玫瑰城。玫瑰城是因为19世纪的英国诗人 Burgon 的一首诗句里面写到，一座玫瑰红的城市，其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一半，所以它叫做玫瑰城，因为它的颜色。有没有这种颜色？是否跟我们所看到的玫瑰城是不是有相符合啊？佩特拉死海古卷当中也被称为叫做点石啊，点石头啊。其实进来这里面你会知道，什么都是岩石啊。佩特拉通常被认为是纳巴特王国的首都。佩特拉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其实呢，定论非常的广泛啊。那其实其中的陵墓半埃及半希腊的样式来估计，佩特拉大约就建在公元6世纪的前后，可能是托勒密王朝时期。随着纳巴特国王的开始兴盛啊，出现了这样子的城市啊。那7世纪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已经是一座废弃的空城哦。所以你来看伊的历史吼，伊伫西元前6世纪就开始起来啊，一直到前3到2世纪呢，随着托勒密王朝跟有一个叫做塞琉古王国的这个衰落啊，纳巴特王国就开始兴盛，一直到西元106年的时候呢，纳巴特的王国被罗马帝国的军队攻陷了啊，作为陆路交通要塞的佩特拉才渐渐的衰落。而前面我们讲到最后，他后来慢慢的衰落之后呢，被阿拉伯在被罗马帝国攻下来的时候呢，慢慢衰落，一直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它已经变空城了啊。所以你想想看啊，它有多特别啊！你看盖成这样子的城市啊，瞬间它也是荒废了。所以你说这个国家在西元前600年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文明，这样子的发达，瞬间它一样变成了被留下来的一座空城啊。佩特拉因为其赤褐色的砂岩高山的色彩闻名，这里的岩石呈现了褐色、红色、淡蓝、橘红、黄色、紫色，太多了啊，就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样貌。而我们从蛇道走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算是佩特拉最中心点的地方。最早掌控这片区域的是西元前1200年的以东人，他来掌握了这边。而以地理位置的优势，当时的以东人他掌控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要道，而我们现在呢来到的也就是它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呢非常的厉害哦，它也就是 Indiana Jones 来这边怎么样？来这边呢拍摄的重点之一。那这一个地方也就叫佩特拉
古城，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你也可以称呼它自己本来的名称。这个地方也就是揭开神秘佩特拉面纱的地方。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个探访失落的古文明啊，那这里呢，我们欧美国家啊，亚洲还好，我前面讲说欧美国家也因为这一个古城呢，也因为印第安纳 Jones 来这边拍摄这部电影，使得呢，它这里就变成了响彻了欧美国家的地方。在这里面，哈里逊福特骑马出现的地方，寻找圣杯的神圣殿卡兹尼神殿，就是后面这个卡兹尼，在阿拉伯语当中就是宝库的意思哈。它的意思呢，就是呢藏宝库。所以呢，这个响亮的名称呢，因为电影而有名。这个神殿呢，遭受到很多外国侵略者的攻击。神殿的外墙充满了被子弹扫射哒哒哒的痕迹啊，所以你细拍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神殿呢带着一点点粉红色的光感。果然就像朵鲜艳的玫瑰。佩特拉仅仅是一座古老的神殿，可以参观的古迹遗骸非常非常的多。这一座被时光埋没的古老城市，近90%哦，它的古迹都还没有开放出来。佩特拉藏身在海拔800到1000公尺的马德巴山，由阿拉伯民族的纳巴特人在红色的岩石当中把它开凿出来的一座伟大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其实呢，西元363年跟西元551年也发生过地震，使得城内多处的建筑呢就变成了废墟，佩特拉城也被人随之遗忘，变成了偏远的荒村啊。只有定居在此的贝都因人没有忘记它，也因为如此，它被保留了下来。这里最多的时候拥有3万人，在公元前400多年，有3万人的城市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城市啊！文士、工程师共同创建了这一座拥有精致文明的这一种城池啊。约公元100年前的罗马人来接管了佩特拉城，所以在这里有很多后来的建筑，我们后面开始要走的地方，包括石柱大街等呢，才会出现罗马式建筑的标志。它也称为纳巴泰城池啊。佩特拉拥有的这个粉红色的岩石的精美雕作哦，对约旦来讲呢，是这个国家的精神象征啊。约旦古城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2000多年的千年玫瑰古城啊。它会被列为世界新7大奇迹，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看，我们走到最后面开阔的山地，你就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不同峡道、山道、马道、驴道，都可以来到佩特拉这个古城啊。巨大的砂岩，到了晚上，到了早上，到了日落，它有各式各样的景，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景有多么多么的美啊。那佩特拉呢，也在这个海拔800到1000公尺呢，马德巴山。所以呢，在大概11月份来的时候，一直到2月份，它的气候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这座古城让我震撼。这座古城在罗马帝国统治它之后，沉睡了1000年了，一直到后期才被瑞士的探险家重新发掘。重新呢带出来啊！而且你知道吗？约旦的政府还规定了，只有贝都因人能在佩特拉做生意，不论骑驴、骑骆驼、开餐厅等等啊，保障当地的人啊。这个跟美国的大峡谷有印第安人在管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进来到佩特拉，你看到的都是贝都因人摆的所有的摊贩、咖啡馆。所以我前面才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就是呢，这里是3不管地带，它也保障了它的民族的生活。那这里太多的神庙，真的你看都看不完，蛇到了尽头，绝美的神殿、峭壁在这2旁。今天整集的佩特拉，让我们来享受一下吧。